尹锡悦错估形势，岸田文雄腹黑，日韩和解的遮羞布被撕掉，爆炸点已出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拜登政府的东北亚战略布局中，推动日本和韩国和解是一项所谓的重要外交成就。然而，尹锡悦放过对日本强征劳工的索赔，并不等于日韩之间的历史仇恨得到了化解。我们先不说尹锡悦自己的前途将会如何，毕竟韩国人的自尊心被羞辱了，再加上韩国总统在历史上没几个好下场的，他本人配合美国推动韩日和解付出的代价也会很大。更夸张的是，双方关系恢复正常化还不到1个月，新的炸点就出现了。据韩国外交人士透露，日本刚刚完成了关于修改该国小学教科书部分表述内容的决定，修改后的内容与现有的表述相比更加倒退，这就相当于一巴掌呼在了尹锡悦和韩国民众的脸上。其实日韩之间的和解只是尹锡悦跪了，而最根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日本是一点面子都没有给韩国，两国部长级谈判持续数月，未能弥合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日本认为自己在法律上没有义务支付强征劳工的费用，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在1965年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时达成的索赔协议中得到了解决。首尔提出改为使用赔偿基金来解决问题，由日本和韩国公司的捐款资助，但是韩国敦促2家日本公司向该基金自愿捐款，并且希望岸田文雄也能符合。结果这个提议失败了，岸田文雄对配合韩国的变通赔偿方案犹豫不决，深层次的原因是他面临着日本保守派的巨大压力，他们反对在历史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岸田文雄最近排除了日本采取行动来补偿那些被强征的韩国工人的可能，即使是间接补偿他也不认可。有意思的是，日本的这种道德模糊和犹豫让韩国人误以为存在着妥协空间。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韩国人希望日本公司加入捐款并道歉。岸田文雄又未能配合韩国，让韩国政府非常尴尬。韩国前驻东京大使申觉洙称，日本政府对冒着政治前途风险的尹锡悦的大胆倡议做出回应的胆怯令人失望，至少日本首相应该真诚而具体的道歉。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让步都是韩国方面做出的，而岸田文雄似乎无法或不愿意回报。更严重的是，韩国单方面设立的基金可能无法完全解决法律问题。在15名诉讼当事人中，有几名拒绝接受该基金的付款。韩国人还在发起对日本公司的其他诉讼，其中一起是代表1000名幸存劳工及其后代对60多家日本公司提起的集体诉讼，这同样是一个定时炸弹。当然，这些韩国人希望的不仅仅是要钱，主要的还是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做出道歉。而现在的关键是要想让日本政府对韩国弯腰非常困难。总体而言，韩日关系的和解以正常化的大门已经打开，但是又随时面临着即将到来的风暴，直至出现逆转的危险。目前，岸田文雄有责任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那么，日本政府为何不愿意向韩国劳工进行赔偿和道歉呢？这恐怕就是日本人从骨子里对韩国所存在的蔑视。这也能从日本媒体用特写镜头宣传尹锡悦向太阳旗下拜的真正原因。最终，尹锡悦为了改善韩日关系拿出的魄力，可能因为岸田文雄的胆怯而化为乌有。这么搞下去，拜登看起来也高兴不了几天了，因为韩国和日本之间很可能会爆发新的矛盾。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